雪尘啊，谢雪尘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！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！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啊！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尘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的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苏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等等我。喂。苏公主，沁花宫之事已平息，雍雪城另有要事，特来向公主辞行。既有要事，我便不多留几位了。只是少城主的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派沁花宫的弟子相随护送。云秀山庄会相助谢少城主，公主可以放心。况且沁花宫刚经历一战，需休养生息才是，不劳烦公主了。秋明，替我送送几位。是。告辞。各位，请。高修士送到这里便可。穆玄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谢雪尘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将你的事情告诉我师傅的。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做人啊，这可有点难度。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了！我要是再看到你作恶，我就把你抓到剑灵司去。多谢少公主宽容。那作为回报呢，我也不会把你错抓秀宝鼠、强抢小孩子宝物，还打不过我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就不能小声点？你怎么这样？哦，我看既然二位有意谈和，没有这个意思。
是啊。那也不该在此时此地吵吵闹闹的。有要事在身，莫要纠缠。慢走不送。你对高秋明的敌意，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与他有旧怨？你这么健忘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记得。我健忘吗？嗯。阿宝，这件怎么样？珠海金石的宝器不对，没有300年，最多只有70年。才70年啊！你看嘛，这成色瞧着颇为古老了。阿宝，你要不再仔细修修？行了，阿宝可是秀宝鼠，对宝器最是敏感，修个年份怎么可能有错？阿宝，你先休息休息，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我们。阿宝，你要不先吃点点心吧？好。姐姐，姐姐，阿宝，才3日没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早知道啊，就该带你去见见高秋明。那还是不必了。谢哥哥，南庄主，菲儿姐姐，庄主，布阵材料准备如何？材料皆已备好，正在炼化之中，午后便能完成。午后？那看来，你还要再等上半日啊。不如先回房休息，待你养足精神，材料也就炼化好了。许月，费心了。快去歇会儿吧，回了雍雪城，危机四伏，回去之后可有你忙的。谢雪晨，何事？我就说你健忘吧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呢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，好不好？穆玄灵，有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吗？别动。你不是想听我的真心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向来真真假假，看不真切？谢雪晨，我并非生来如此，我也有过很真诚、很真诚待人的时候。你相信吗？可是，在暗域，光靠真诚善良是活不下去的。暗域没有怜悯，只尊强者。我只有一路厮杀，全副伪装，才能活下来。活下来，才能去见我想见的人，还我该还的恩。我现在很认真的回答你，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。你愿意带我走吗？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。
所以到了用血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好。不许再用魔功。好。更不许纠缠我。好。这个有点为难。好吧，我会努力克制的。嗯。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哥哥了吗？为什么跑来偷听？姐姐，鼠瑞嘛，你真的以后不再纠缠哥哥了？那显然是不能啊。那你又骗人！我哪儿骗人了？我说我努力克制嘛，但能不能克制得住就不好说了。哥哥遇上你，迟早会被带坏的。我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子不打算将故人留下吗？他已做了决定，留不下的。不论是从前，还是现在，都留不下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父亲，方才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一个小灵奴。高盟主不愿接受混沌珠，其实恢复不了10窍也无妨，我还能做很多事。比如我可以为我们玉秀山庄做防御。你在说无妨？你知不知道，天生10窍，何等的实力，何等的荣耀！云秀山庄衰微，为父多么希望你能够重振山庄，可你看看你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废人，怎么敢跟我说无妨？哼！高风雪不会借混沌珠，走吧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带走刚刚那个小灵奴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毁了3窍，你就是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凭什么去和仙盟盟主提要人？你，哎！那年午后匆匆一面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个最普通的过客罢了。从前带不走，如今留不下，不在恰当的时机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那公子打算止步于此？止步？我还未曾探清他是否是我那梦中之人，他不留下，我便陪他一起走，又如何？
好了，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鹰雪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鹰雪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嗯。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风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鹰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奇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，还轮不到你自责。这一切都在桑琪和小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花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谕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，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我更担心雍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还有一物。浮云空舟。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10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。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
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？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域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：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许愿，此次危机比我料想的要严重很多。你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必继续犯险。雍雪城，你别去了。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晚了。桑启与朽仙阁联手对我运秀山庄出手，毁我天才地宝，这笔账我定是要讨回来的。不然运秀山庄今后如何立足？许愿，我心中有数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木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风瑶，守好山庄，遇事直言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